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如果生活中能有一个像她一样可爱的智能助手，那么世界一定会变得很有趣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绝区灵的邦布，长长的大耳朵，圆溜溜的眼睛。这个小小的迷之生物不仅是外表可爱，也是游戏冒险图中最重要的帮手。它的造型很多，今天我们就来购置这一款邦布伊埃斯。我使用的线材是4股牛奶棉，大家可以按照材料表来准备颜色。另外准备了填充棉，工具上使用了 2.5 的钩针、粗和细的缝针、记号扣、剪刀、镊子以及接着剂。邦布的完成尺寸高约 11.5 公分，宽8公分。我们从它的手开始，使用深灰色环形起针。这里为了让大家看清楚针目，我以芽绿色来示范。第一圈，1个锁针作为起立，不算针数。之后6个短针，钩针插进环中，由上而下带出线来，钩织10字短针。我在第1个短针上放记号扣，这是这一圈结束要引拔的地方，将头尾相连。接着剩下的3个短针，第一圈4个短针结束，收紧中间的线圈。接着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收紧最后的引拔针，减少引拔的痕迹。接着第2圈，1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我们在每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，第1针的位置与上一圈的最后1个引拔针是相同的。第1个短针放记号扣，一共4个短针。因为前2圈的针数比较少，所以织物会像这样向里凹。我们钩完第2圈再将它翻回来。第2圈结束，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此时的织物如果像这样向内凹，我们就将它往外翻，使得钩织时所面对的这一面朝外。接着收紧最后的引拔针。第3圈，1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接着以2个针目为一组，钩织中画号的内容。第1个针目1个短针，第2个针目1个加针，加针也就是在同一个针目里多加1针，也就是钩织2个短针。这样是一组中括号的内容，中括号的内容总共重复钩织2次，这一圈完成6个短针。这一圈结束，也是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收紧最后的引拔针。之后我们按文字解，钩织第4圈到第7圈。每一圈的一开始都有1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而结尾引拔在第1个短针，将头尾相连。第8圈，1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第1个针目1个短针，而接下来的2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的减针。我的减针方式是一次挑起连续2个针目的前半针，再合并钩织1个短针。
这样这2个针目就减为1针，而下个针目又1个短针。我们会留下4个针目不钩，接着引拔断线，藏好线头，并且为它填入少许填充棉。在这只手的开口，第7圈的4个针目和第8圈的3个针目将会与身体结合。我们以深灰色完成2只这样的手。接着是耳朵，我们以白色环形起针，环起的方式如同之前的手，环形起针之后1个锁针起立，接着钩织6个短针，结尾也是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，并且收紧最后的引拔针。第2圈1个锁针起立，先以白色钩织1个短针，而在这一个短针它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时，我们引橘色的线来完成这个短针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，这样就完成换色。这是第1个短针，我一样放记号扣。接着下个针目以橘色钩织1个加针，这些线头可以一并包着钩织2针，以防脱落。在这个橘色的第2个短针，它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时，我们又换回白色的线，接着以白色钩织中括号的内容。这一圈加了2次针，最后完成8个短针。每一圈的结束都引拔在第1个短针，将头尾相连。之后第3圈到第7圈，我们按文字节的颜色分配来钩织。每一圈的一开始都是1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，而结尾引拔在第1个短针，将头尾相连，并且利用记号扣来辨别关键的针目，比如每一圈的第1个针目。第7圈结束，断线，将白色留15公分的长线做缝合。我们将橘色的线藏好，接着我们以浅灰色在耳朵橘色部分第2行到第3行之间绣1个结力绣，来呈现伊艾斯邦布它耳朵上的一个零件小细节。而另一只耳朵，我们将白色换成深灰色来钩织，钩织方法相同。接着是它背部尾巴的一个小零件，使用芽绿色环形起针，起7个短针，并且以浅灰色在中央绣上结力绣。而眼睛也是环起7个短针，并且用黑色在眼睛中央绣黑眼珠。接着是它的3角围巾，我们以橘色环形起针，环起之后1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第1行3个短针，3角围巾的短针使用普通短针。第1行结束，收紧中间的线圈。接着我们进行往返钩织。第2行翻转织片，1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我们按文字节依序钩织，在这里每一行结束都是往返钩织，
并且在两旁进行加针，使这个织片成为一个三角形。起始的线头可以在钩织第2行时一并包着钩织，再做修剪。而第4行翻面之后，2个锁针起立，视为一个中长针，将它视为第1个针目。我在这个针目上放记号扣，接着同个针目里再钩织一个中长针，接着连续5个短针，而最后一个针目钩织2个中长针，第4行结束，引拔断线。我们将织片翻面，先放到一旁。第5行以橘色重新起线，锁边起针，起30个锁针，30个锁针结束，在三角形织片的第4行连续钩织9个短针，接着是3个锁针。第6行返回，从倒数第2个针目开始，按文字节依序钩织，从引拔针过渡到短针，再过渡到中长针以及长针，针目的安排有对称性，来呈现三角围巾的形状。而在30锁针的中央，这里会有一个3长针的并针。我们在连续的3个针目上各钩一个未完成的长针，再次挂线勾出所有线圈，完成一个3长针的并针。接着又按文字节钩织剩下的针目。钩织结束，再次引拔断线，留15公分的长线做缝合，藏好起始线头，三角围巾完成。接着是主体，我们从脚开始，以白色环心起针，起针之后1个锁针起立，钩织6个短针，主体用的是10字短针。第2圈，我们挑后半针钩织，在每个后半针钩织1个短针，接着也是按文字节的顺序进行圈钩，直到第5圈。第5圈结束，断线，藏好线头。
这是第一只脚，我在它的第一个针目放记号扣。接着以相同的方式钩织第二只脚，第二只脚不需断线。我们先在第一个针目上放记号扣，接着继续2个锁针，再引拔到第一只脚的第一个针目上，将2只脚相连。之后就围绕着它进行圈钩，每一圈都是1个锁针起立。第6圈，向左围绕着这只脚，先连续8个短针。接着遇到中间的锁针链，每个锁针1个短针，一共2个短针在锁针链上。接着又围绕另一只脚，从做记号扣的第一个针目开始，连续8个短针。接着锁针链的另一边，钩织2个短针。结束引拔在第一个短针，这样2只脚就完全相连了。我们按文字节钩织后续的圈数。第9圈结束，断线。我们将线头从第一个针目引到后方，藏好它。接着从第一个针目重新引深灰色的线，钩织夹克的部分。引线之后1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第10圈，每个针目1个短针，一共36个短针。第11圈，挑后半针钩织中括号的内容。1锁针起立之后，中括号的内容以6个针目为一组，先连续5个短针。而第6个针目一次加针，中括号内容重复钩织6次。结束也是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第12圈到第14圈，在连续25个短针之后，我们要钩织1个外钩中长针，钩针绕线，钩针从针目入针之后，会从下个针目穿出，挑起前一行的整数短针，钩织中长针，完成1个外钩中长针。这样这里就会有一个凸起的线条，作为夹克的门襟。接着从下个针目继续钩织16个短针。后续的圈数中，外钩中长针都是在同一个地方，以延续这个线条。第15圈，在连续8个短针之后，接下来的4个针目，我们要结合手的第7圈，将手部第7圈的4个针目对应着主体合并钩织4个短针。接着按文字节钩织后续的针目。
在身体的另一侧又继续结合另一只手，以相同的方式将手合并钩织在身体上。而在身体的第16圈，在钩织连续的9个短针之后，则结合手部第8圈钩织3个短针。另一只手也一样，如此手部与身体就会完全结合。第17圈，中华号内容以7个针目为一组，在连续5个短针之后，进行一次减针，一次挑起连续2个针目的前半针，合并钩织1个短针，完成一次减针。中华号的内容重复钩织6次，这一圈减去6针，完成36个针目。第17圈结束，断线。将线头从第1个针目引至后方，接着我们从第1个针目往左数，在第14与第23个针目，它们的前半针各放1个记号扣。记号扣之间隔了8个针目。此时我们可以先为它填入一些填充棉，尤其是脚部的地方。接着我们从第1个针目开始，挑后半针，重新引黑色的线，钩织头的内部。引线之后，一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第18圈以6个针目为一组，先连续5个短针，挑后半针钩织。接着跳过第6个针目，从下一个针目的后半针开始，就重复钩织中华号的内容。后续的圈数按文字节正常的钩织。大概在倒数第2圈或第3圈的时候，在完全收口之前，先填入填充棉。第27圈结束，断线，留10公分的线头收口。我们利用缝针，一一穿过最后一圈的前半针，再拉紧线头，将这个小缺口收紧，最后藏好线头。接着是头部的外部，从左方记号扣的这个前半针开始，沿着左方的前半针钩织。我们从左方前半针重新引白色的线，引线之后锁一针，不算针数。接着向左沿着前半针钩织短针，连续28个短针。最后一个短针会落在另一个记号扣的前半针。第18圈结束，我们将会渡线，取下钩针，将线圈拉大，并且将整团毛线穿过线圈，再收紧。将线顺着头部的后方引到第1个针目。接着下一圈，我们回到第1个针目重新开始。
第一个针目引线之后一个锁针起立，这一圈每个针目一个短针，也是连续28个短针。从第19圈到第22圈，每一圈结束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将线重新引回第一个短针再钩织，这样脸部的黑色就会有一部分露出来。第23圈，中括号重复4次，在4个短针之后，继续钩织6个锁针，将脸部的上方连接起来。6个锁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这一圈一共有30个针目，后续在这30个针目上按文字解进行圈钩，完成头顶的部分。每一圈一锁针起立不算针数，而结尾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第27圈结束，断线，60公分长线做收口。而根据这个1I4帮布，我们为它做一些细节。我们取深灰色的一股，在脸部的白色边缘绣上虚线，在绣细节的时候可以用细的缝针来绣。而在头顶白色的部分，在中央绣上一条中线。如果心有余力，可以在白色耳朵的橘色部分绣上一些十字的纹样。我们在头部两侧第24圈到27圈之间固定耳朵，白色的耳朵在右方，灰色的耳朵在左方。接着取浅灰色的两股，在深灰色夹克外钩中长针的左方绣上拉链。而在背部中央同样绣上拉链，而拉链在臀部的部分会开叉，我们将背部零件固定在它的臀部。在手臂两侧以白色的四股绣上交叉的纹样。接着是它的围巾，我们将三角巾的结束线头引到倒数第5个针目，三角巾的大三角这一块围在它的前方。最后在颈部的右侧，将三角巾的两端以线头缠绕固定。我们可以顺势的继续用线头将围巾固定在主体。接着连上眼睛，为它绣上属于它的编号以及衣标，这样这个可爱的智能小助手 ES 帮布就完成啦。其他的小助手也一起来吧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哦，拜拜。